它是俄罗斯第3代1143.5型航空母舰的首舰，它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它是俄罗斯海军主力舰艇，它就是俄罗斯海军最新也是唯一一艘在役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虽然有着俄罗斯海军最后荣耀之称，但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的经历可谓是十分坎坷。这艘80年代入役的老舰，见证了2个帝国的兴衰。如今再提起它的时候，大多数不是说它正在船厂维修，就是在去维修的路上，或者是阻拦索老化断裂，造成了伤亡事故。再者就是它冒出了滚滚黑烟，被戏称是不用雷达就能探测到的航母等等。现如今被当作各国吃瓜群众们茶余饭后的笑料的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曾经也是整个苏联的骄傲。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座巨大的航母，看看它都经历了什么。作为俄罗斯海军的主力舰艇，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是世界上第一艘同时拥有斜直2段飞行甲板和滑跃式飞行甲板的航母。早在1970年代的规划阶段，涅瓦设计局、苏联第17设计局曾提供了5种初始方案，其中还包括将它打造成蒸汽弹射的模式。不过决策部门最终还是选定了最经济实惠的方案，确定建造一艘排水量5.5万吨、采用常规动力和滑跃甲板的大型航母。为了建造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当时的苏联政府专门拨下巨款，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市的黑海造船厂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升级改造，扩建了大吨位船台和大型漆装码头，招聘了大批专业设计施工人员。1983年2月22日，这艘苏联历史上最大的航母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开工建造。这时候的它叫做苏联号，1年后又改名为克林姆林宫号。1985年12月5号，它首次下水。此时为了纪念1983年去世的前总书记，它又更名为勃列日涅夫号。1987年8月11日，因为要开始舰载机实验，它又被改称为第比利斯号。直到1991年1月21日，他正式在苏联红海军北方舰队入列服役。为了纪念当了18年苏联海军总司令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元帅，这时候这个大家伙才最终定下来了自己的名字——库兹涅佐夫号。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频繁的更名，可以说它是见证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堪称苏联和俄罗斯海军一个历史悲剧的缩影。因为它的经历就像是2兄弟分家时所争夺的财产之一被夺来夺去，直到1991年12月才经地中海返回北方舰队基地，编入北方舰队。即使这个大家伙前半生十分的颠沛流离，但他的身上的技术特点也一直备受国际关注。首先，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主要特征就是全通型飞行甲板以及舰首巨大的滑跃起飞甲板。除此之外，还包括舷侧升降机、降落拦阻装置等许多首次使用的设备。它的舰首部水上部分有着较大的外漂，甲板舷角圆弧连接，舰端水下部分设置球匕首，用于安装声呐换能器。尾部采用方位，尾板较宽，底部为圆形。主舰体从飞行甲板往下有7层甲板，2层平台和双底层，一共10层甲板。岛式上层建筑位于飞行甲板右侧，收尾端仍然保持着圆形，不只有指挥部位、高级驻舱、电子设备和工作舱室等。其次便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与众不同的飞行甲板，它的飞行甲板总面积约为14800平方米，分为起飞区、降落区、停机区。从外形来看，它既有大型航母特有的斜直2段甲板，又有轻型航母通用的12度上翘角滑跃式起飞甲板。没有装备弹射器，就可以起降重型固定翼战斗机。实际上，这也是苏联将英国设计创新的滑跃式起飞方式与自己的苏2七战斗机相结合的结果。在牺牲飞机作战性能的情况下，建成了这艘大型航空母舰。这也是世界海军中首次出现滑跃起飞加拦阻降落这一航母的起降方式。而且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武器配置也是可圈可点的，它自身的防御火力超过了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一般来说，航母仅配备少量的防御自卫武器，防御任务主要靠航母编队的驱逐舰和航母上的舰载机来担负。但库兹涅佐夫号除了舰载机外，还拥有大量的武器装备。舰上共有25个弹药舱，在舰首的飞行甲板下方装有一座12单元装 3K45 花岗岩反舰导弹垂直发射装置。这种导弹可以通过卫星接收目标信息，实施超视距打击，最大射程可达550千米。
库兹涅佐夫号的防空火力包括飞行甲板两侧前后2个舰侧平台上布置的4座6单元装 SAN9 发射系统，每个单元备弹8枚，总共备弹192枚，射程15千米。4个舰侧平台下还装有8座 CADSN11卡什坦舰载弹炮结合防空武器系统，4座 AK630型6管30毫米炮。除此之外，库兹涅佐夫号的反潜能力不仅配有反潜直升机，还有2座 UDVAZ 型深水炸弹发射装置，在舰尾2舷处各布置了1座10连装 RUB12000火箭深弹发射装置。由此可见，库兹涅佐夫号的武器装置上也是下足了功夫。曾经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是俄军的荣耀，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也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舰载机型号少，美国航母一般能够搭载7、8种舰载机，而库兹涅佐夫号仅只能搭载4种型号的舰载机，最多搭载42到52架。在动力系统方面，库兹涅佐夫号采用的是8台增压锅炉和4台 TV124型蒸汽轮机，总功率20万马力，设计航速超过30节，理论上是完全满足舰载机起降和舰队机动的要求。但实际服役之后，库兹涅佐夫号的动力系统问题不断，经常看到它冒着黑烟航行的情景，这也是这艘巨大军舰长期无法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他在2016年去东地中海参加叙利亚反恐作战时，这算是库兹涅佐夫号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域远征任务。就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结果却因为冒黑烟达到了遮天蔽日的程度，遭到了全球的群嘲。然而这个问题从库兹涅佐夫号建成服役起便一直存在至今。由于其动力系统的兼容式调试和相关设备零件的检查工作没有完全完成，而增压锅炉和蒸汽轮机也不够安全稳定，再加上后期维护方面的不到位，整个动力系统已经是机难重返。可即使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问题重重，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但现在海军装备捉襟见肘的俄罗斯海军依然打算让它再在海上服役至少10年。因此，库兹涅佐夫号从2018年开始就进入到了船坞，接受全新的现代化改装。它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动力系统的维修和更换。根据计划，将维修4座锅炉，更换剩余4座锅炉。其次是库兹涅佐夫号上的雷达和电子战设备，虽然之前的设备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最高水平，但是进入21世纪，改装后的雷达电子设备将全面升级，并且继续优化它的防空火力。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航空保障系统也令俄罗斯海军十分头疼，已经发生了多次多架飞机在降落过程中坠机的事故，而之后的事故分析表示，是航母拦阻索突然发生了断裂，而俄罗斯海军使用的拦阻装置是乌克兰公司的产品，关键产品受制于他国，肯定会影响效果。于是本次改装计划将使用新的舰载机安全着陆保障系统，且全部使用俄罗斯自研的降落系统。最近一次有关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大新闻是在2019年12月12日，正在维修中的库兹涅佐夫号突然发生了火灾，事故导致3人死亡，12人受伤，航母过火面积达到600平方米，甚至快要把船坞都烧毁了。大火后要先把船坞修好，再修航母，整个工程变得更加费劲。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一切顺利的话，预计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应该能维修出坞。具体情况如何，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总的来说，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虽然没有什么实战经历，各方面的设备也并不算先进，但它是苏联海军史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动用了36个工业部、800多个行业专家和7000多个工厂、制造厂，从开工建造到建成下水，只用了短短2年时间。到1991年建成服役为止，也只用了8年的时间，就圆了苏联几代人拥有大型航母的长久梦想。因此，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是苏联航空母舰发展的巅峰之作。它继承了莫斯科级和基辅级航母的技术特征，同时还吸纳了美国重型航空母舰的一些技术特性。它的出现让世界海军中首次出现了滑跃式起飞、阻拦降落的航母起降方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库兹涅佐夫号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我们一同期待着。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